得不说，原著和影视剧《宴回时》的改编差异颇为显著，不过契合之处在于对女主庄寒燕的人物刻画。女主在历经诸多谎言与挫败后，重生开启复仇之路，让曾经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结局。庄寒燕终于知道了阮希文隐瞒多年的秘密，母女两人破镜重圆，相拥而泣。庄寒燕知道了庄世阳的真面目，傅云熙想要与庄寒燕联手调查裴大福一案，为了让母亲不会再次因此事受到牵连，他想要谋划让母亲与庄世阳和离。但是庄寒燕万万没想到，他所谋划的一切最终会让母亲失去生命。阮希文因为残废的双腿不想拖累宇文长安，选择继续留在庄家后宅。庄寒燕为了劝说母亲，设计请来了她的昔日姐妹苗贵妃。苗贵妃与昔日的好友相见，为她请来了宫中御医，告知阮希文她的双腿还有救。阮希文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与庄世阳和离后，准备和宇文长安长相厮守。庄世阳失去了心爱的妻子，终于疯狂杀死宇文长安，并想活活烧死阮希文。最终阮希文死在了庄寒燕的怀里。庄寒燕彻底黑化，想要让庄世阳付出代价，但是手上却没有任何扳倒庄世阳的证据，而藏在周姨娘身上的秘密，成为最终庄世阳凄惨结局的关键伏笔。周姨娘离世。阮希文曾对庄寒燕说过，周姨娘只是庄世阳手里的刀，说明周姨娘其实知道庄世阳的真面目，只是她没有想到庄世阳会狠毒到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步。当她知道自己的大女儿庄雨琴是被她亲手毒死的，自己的二女儿庄雨山被她当作筹码嫁给纨绔世子，日日遭受毒打，自己的儿子又因为知道她的秘密被她活活打死之时，她彻底无法原谅庄世阳的所作所为。周姨娘与庄世阳摊牌，她已知道他的身份未威胁，并毁去自己的容貌，让庄世阳放他离开庄家。庄世阳一直秘密将裴大福贪污的资产转移到儋州，但是傅云熙调查多年都无果，这笔资产一直下落不明。但其实这笔资产的地点就藏在一幅画里。之前为了洗脱自己是裴党的罪名，庄世阳将一幅裴大福赠予的画拿给了傅云熙，而这幅画就是找到贪污资产的地图。庄世阳将画拿给傅云熙，就是为了日后能将所有罪责推给傅云熙，而自己又能洗脱罪名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画已经被周姨娘调换了，真正的画被周姨娘藏在庄世阳的书房，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庄世阳背叛他的时候，他能用手中的把柄对付他。原著里的周姨娘着实心术不正，即便因自身所作所为吃过不少苦头，却依旧执迷不悟，一门心思盘算着害人，妄图登上庄家主母之位。周姨娘嫁入庄家的手段堪称高明，身为庄世阳的外室多年，才终于被接进家门。她本以为凭借庄世阳对自己的宠爱，一入庄家便能即刻成为主母，可莫想到庄世阳只是一味地给她画饼，从未真正打算让她当家。眼见庄世阳毫无实际行动，周姨娘只能私下运作，与自己的姐姐大周氏联手搞出诸多小动作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所有计划最终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。她非但没能坐上主母之位，还遭庄世阳一顿暴打，不幸小产。其实若周姨娘能在庄家安安分分地相夫教子，以她的聪明才智，本是有机会成为主母的。可惜她没把这份聪慧用在正道上。在结局中，周姨娘与庄世阳的小妾相互争斗，周姨娘最终命丧黄泉，着实可悲可叹。庄世阳被捕。庄世阳极为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，他内心对庄寒燕毫无喜爱之情，平日里所做的一切皆是伪装。当年他迎娶阮希文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得到阮希文后便对其冷淡至极。阮家当年那场大火，幕后黑手正是庄世阳。不过他之所以如此狠心，背后实则有人指点，且对方承诺只要他听话，就能保他衣食无忧，官运亨通。庄世阳是个极为现实的人，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十分清楚，在他眼中，所有的儿女情长皆无足轻重，他只在乎自己内心那膨胀的虚荣心。最终，庄寒燕将庄雨山从地狱之中救出，周姨娘为了表示感谢，告知了他画就是地图的秘密。庄寒燕与傅云熙终于在儋州的密室之中找到了裴大福贪污的资产，并循着这条线找到了许多证人告发庄世阳。大理寺在庄家搜查出地图，最终在周姨娘和庄寒燕的揭发下，庄世阳认下了所有罪责。庄世阳和庄世阳的母亲被关入大牢等候斩首。
庄寒燕终于替母亲报仇雪恨，经此一遭，她终于明白家是什么，不是血脉相连的地方才是家，有爱她的母亲，有保护她的柴静，有疼惜她的傅云熙在的地方才是家，而她也终于完成了母亲最后的心愿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3. 傅云熙假死救国。傅云熙这个角色，无论是在原著还是影视剧中，都给人一种高冷之感。然而，他对庄寒燕却格外热情。或许有人会好奇，傅云熙是从何时开始喜欢上庄寒燕的呢？并非是庄寒燕回到庄家之时，而是在庄寒燕5岁那年。当时，庄寒燕在河边哭泣，偶然遇到出来散心的傅云熙。傅云熙最初喜欢上庄寒燕，是因为她的开朗乐观，这让彼时心情郁闷的傅云熙深受治愈。傅云熙本以为多年后不会再与庄寒燕重逢，可命运弄人，两人再度相遇。此后，他们又一同经历诸多事情，傅云熙也由此真正喜欢上庄寒燕，并渴望与她长相厮守。傅云熙年少有为，为协助皇帝清除后宫内鬼，特意制造出征假死的假象，成功逼出七皇子一行内鬼。他为人极具正义感，对皇帝忠心不二，毫无二心，对自己的妻子亦是一心一意，堪称完美男主。4. 庄寒燕真实身份曝光。庄寒燕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庄寒燕不是庄世阳的女儿，也不是阮希文的女儿，她真实身份是东侯王将军的女儿。当年东侯王和先帝一起打江山，两人说好将江山分为2半，设立2个皇帝，但是等江山打下来后，先帝的母亲不愿意将江山分出去，为了补偿东侯王，皇上就想方设法各种补偿东侯王。太后为了不让东侯王有反动的心理，就私下找人放火杀害了东侯王一家，先帝也因此过于伤心去世。阮希文当时很喜欢东侯王，但是东侯王喜欢的却是别人，无奈之下，阮希文只能将这份感情藏在心中。后来东侯王一家离世，留下了一个女儿，阮希文主动抚养，这个孩子就是庄寒燕。至于庄世阳为何能允许不是自己亲生骨肉庄寒燕在庄家，是因为庄世阳背后的势力是太后，太后许诺庄世阳只要听话就能得到他想要的，所以庄世阳才能默认了庄寒燕称呼自己为父亲。阮希文的存在对庄世阳更是无所谓，只是添一双筷子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是庄寒燕也是在无意间知道的，他也在最后的结局中和自己外祖父相认，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谁。不得不说，阮希文真是一个深情的人，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付出了一生。庄世阳也是够能伪装，为了得到荣华富贵也很能忍。5. 庄羽山嫁入贵门变王妃后被抛弃。庄羽山从小因为母亲周氏得势，在庄家也是性格跋扈，比较嚣张。庄羽山从小就被周氏灌输，一定要嫁入贵门，这样才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为此，庄羽山一直在找各种贵门公子。庄羽山起初很喜欢傅云熙，可没想到不管他如何讨好，傅云熙都视而无睹，根本不给他接近的机会。而且傅云熙喜欢的人是庄寒燕，还当着所有人发誓，今生只娶一人，终生不立妾。求爱无望之下，庄羽山就把矛头指向了魏如风。魏家在朝廷的地位也非常厉害，庄羽山觉得如果能嫁入魏家，即便是做妾，也是一门不错的婚姻。但是魏如风喜欢的人恰好也是庄寒燕，庄羽山生气，本想私下搞庄寒燕，让他失身自己表弟，却莫想到阴差阳错，庄羽山竟然失身于魏如风，错且被家里人当面抓了现行。魏家也是爱面子，不可能不给庄羽山一个说法，可为魏如风提出，只要庄寒燕嫁给他，他就会让庄羽山当侧王妃。虽然魏家条件很好，可庄寒燕压根看不上魏如风，所以依然决然拒绝。魏如风觉得没面子，一气之下将庄羽山娶回家，设为王妃。仔细想，庄羽山其实也是很可怜之人，转来转去只是当了庄寒燕的替代品，虽说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。庄羽山的结局也很惨，被魏如风娶回家后，没有过多久就无情地被抛弃，甚至把他被扔到后院自生自灭。庄羽山最后变得又疯又傻，